住手！要打跟我打。虎哥，我不打男人，我只打欺负女人的男人。堂哥，你是谁？他欠我们钱，我们跟他讨钱，关你什么事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是他的谁？我是他的保镖。没钱还我们，还有钱请保镖，就是没有把这才请重牢牢的。你们不要逼我。堂哥，不要乱来啊！你那么老了，打不过我们的。我不是普通的老人，我警告你们，你们今天敢动他一条头发，我就跟你们……有没有搞错？哎呦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的话没有讲完，你们就动手了。我们不止动手，我们还动脚啊！住手啊！喂，你们，住手啊！死老头，多管闲事，走开！到底是不是人啊？他是个老人家。到了，走开！你走开！哎，做什么？哎，你们这是人呐！住手！我只有这些钱，你们先拿去，就当是先花点利息吧。这么少，他欠我们6万呢，利息都不够。我是过来人，我以前也跟阿龙借过钱的，每天被阿龙追债，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。我知道你们打工不容易，回去总得给老板一个交代。这些钱先顶一顶吧。今天就拜托你们不要为难冰冰，好吗？可是不要可是，他欠你们的钱，我扛。早讲嘛！我们会再找你的。虎哥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没事吧？没事了。25500天，走得我疯疯癫癫。这场战役好多年，输赢早就放在一边。人生不来细之言，不要说我很可怜。再傻又哪绕几圈，我依然要风度翩翩。创业人生，男人的模样，遍体鳞伤抵不过心中的微光。末日前夕，我说了算，都到处了疯狂才是正常。轰轰烈烈打一场，生命中最后的灿烂。谢谢你陪我一趟，一起来见证我的光。该走的路我已走完，没后悔没遗憾。来，哇，他，轻一点。哎呀，OK，呀，对。天哪，太久没被女人碰了，他只是隔着一粒鸡蛋摸我竟然心跳加速，热血沸腾。天哪，脸这么红，气这么喘，这么老了，竟然还可以有这么大的反应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的血压会疯狂上升的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他应该会有生命危险。哎，自己来吧。啊！
谢你救了我。是你先救了我。其实你不必帮我扛这笔债的。哎呀，因为之前是我跟我的好兄弟误会你嘛，所以这次就当成是对你的补偿。希望你能够早日脱离苦海。没有用的，就算你帮我还完这笔债，我还欠其他阿龙的钱，根本就还不完。哎，你到底跟几个阿龙借钱啊？3个。3个。我记得了，你上次有跟我讲过，如果你没钱还第一个阿龙，他就叫你跟第二个阿龙借钱来还他，对吗？我怀疑你被骗了。我以前也曾经被骗过，跟 A 借钱，没有钱还，就跟 B 借钱来还 A， 然后再跟 C 借钱来还 B。其实 A、B、C 3个都是串通好来骗我的。然后又趁机什么加利息啦，又加什么手续费啦、担保费啦，你说你欠他们的钱啊，就一直在滚雪球。那后来你怎么办呢？后来我妈把我们祖上的物资卖了，替我还债，全家人把我恨死，跟我脱离关系。对不起啊，提起了伤心事。没事。哎呀，我告诉你这些呢，是希望你不要步我的后尘。算了，我看我这辈子都还不完这笔债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尽量帮你的，让你走出这个恶性的循环。谢谢你。不用谢了。对了，我得先走了。回家擦点药救救没事。我扶你回去吧。啊，不用，我家离这里蛮远的，你还要工作。怎么会远呢？才隔2座罢啦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不是喝到烂醉吗？我放工的时候经过，看到你躺在地上，那我就按照你身份证的地址把你送回去了。哦，原来从一开始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什么救命恩人？只不过把你送回家而已。你安全把一个人送回家，就是救了他一条命。哎，这次我一定要报答你，以报答你救命之恩。哎呦，走吧，哎，小心。你这里要送回去啊？走吧，让我扶你吧。那我就谢了。哎，你们的外卖。小姐，小心 ！Jalen 是你吗 ？Jalen，你等等我 ！Jalen， 等等我！你没事吧？站起来，扶着我，来。没事吧？你眼睛怎么了？哎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的右眼瞎了。为什么？被人打瞎的。被谁打瞎的？之前我一直帮一个诈骗集团工作，专门骗你这种年轻少女。可是骗了你之后，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。我不想再过那种没有意义的日子了。所以，我就想退出那个圈子。可是没想到，他们竟然打我，一直打我，一直打，打到我眼睛瞎了，才肯放我走。你上次为什么没有来救我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一定会来救我的吗？你为什么没有出现？我有啊，可是我赶到台乐家门口的时候。你爸和他的朋友拦住我，还把我打晕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救走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你为什么没有来找我呢？
事情变成那样，我哪里还有脸见你？那你现在过得怎样？送货、发传单、当清洁工，只要有钱赚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可是那些人很搞笑，明明我只是失去一只眼睛，他们却看不起我，嫌弃我，根本没有人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能帮到你什么吗？不用了，你还是离我远一点比较好吧。像我这种人，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你不要这么说。就当做我们今天没碰过面。哎，Jalen，哦，Jalen。原来睡到自然醒，不是你睡到不能再睡，而是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，轻松的入睡，愉快的醒来。想爬进从前的慌张，风中就窗风里吹。爸早，哎，早。哇，你这么能睡啊？现在才起来，是啊，好久没有睡到这么甜了。吃早餐了？啊，哇，这么丰富的早餐啊！哎，你刷牙了没有啊？啊，吃完早餐一起刷。我去泡咖啡给你。好。哇，这些东西都还没丢啊！这些东西能丢吗？值得回忆的东西是应该留下来的。医生说了，你要多看这些值得回忆的东西，能让你记得住更多事的。爸，那你记得吗？这是我几岁画的。小学的时候，幸好不是说中学啊。你临睡前跟睡醒的时候呢，多看这些值得回忆的东西，可以让你的脑筋灵活。要是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，把这些东西都忘了怎么办？忘了就忘了，我放其他东西看你记不记得。爸，你的脑袋跟你一样有了一定的年龄，不要浪费时间去想那些还没发生的事，倒不如花多点心思去想想值得回忆的东西。那吃饱早餐了，来帮忙收拾。哦，好，哪一些？你想怎么布置都可以，放在哪里？你决定。这是你房间。啊，刚好可以放这里。反追踪功能？是啊，因为冰冰常常被阿龙追债，他的警觉性很强的。哎，他早就练就了这种反追踪功能。我跟他一样，也是有这种功能。我一嗅到阿龙的气息，我就会第一时间马上开跑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那天我们跟踪冰冰，哎，很快就被他发现，那是因为他启动了这种功能。而不是你所说的什么高手中的高手。其实冰冰只是一个欠阿龙很多钱、很值得我们去同情的普通女人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她是欠阿龙很多钱，所以才会去骗那些老男人的钱来还债。不是，那些钱是他前夫借的，所以冰冰才需要这样辛苦拼命的去卖啤酒，讨好顾客。他是想赚多一点钱来还债。其实我觉得冰冰的生活过得蛮辛苦的。够了吧？开口闭口都是冰冰冰冰，你没得救了，中了冰冰的毒了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相信冰冰是清白的？
冰冰是清白的。是啊，你忘了他曾经跟熊哥借过钱？哎，肯定是冰冰去勾引他，玩弄人家的感情之后，把人家的钱花光了，就对人家始乱终弃。够了够了，你不要再提熊哥这个人，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知道冰冰需要钱，就假好心借给他，然后就趁机占他的便宜，有机会就摸他、搂他、抱他。冰冰受不了，才会当众刮他一巴掌。所以呢，他怀恨在心，到处讲冰冰的坏话。其实冰冰不是什么坏女人，与其一直我们这样怀疑她，倒不如想想办法来帮帮她。你要我去帮他？对呀，她整天被3个阿龙联合起来敲诈，她欠他们的钱就好像滚雪球一样，永远还不完的。老鹰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你一定可以帮她脱离苦海的。我不去对付他已经很好了，还要叫我去帮他，那你说我怎么跟同乐会的妇女交代啊？天哪，你需要交代什么？冰冰根本就没有勾引他们的丈夫，请你理智一点，放下对冰冰的偏见好吗？口口声声说什么伸张正义，如果你今天能够帮冰冰对付那3个阿龙，那才是真正的伸张正义。我怎么样？不肯帮忙，那也就算了。说什么正义感与生俱来压不住，其实都是借口。你只是想在同乐会那班老阿爹面前出风头，你压不住的不是正义感，是虚荣感、存在感。老公，老婆，你不是一直说要给伊藤一个弟弟或妹妹吗？好啊，讲了吧。知道吗？嗯。老婆，让我想。谁啊？爸，你们2个真的很没良心啊！我离开这个家已经快3天了，你们也不闻不问。爸，我跟姐私底下有通电话，我们知道你会暂住她家3天。而且我们不是不理你，我们只是想说等你气消了，我们再去找你。我气早就消了，因为这几天我在秀眉匠过得很舒服。伊等睡了没有？我会不会太大声吵到他了？伊等睡了，他明天早上一早要上课啊，不然爸，你要不要改天再？不然这样，我讲小声一点啊！我要把我这几天过得很舒服的日子跟你们分享啊，好不好啊？你知道吗？我这几天真的是睡到自然醒啊！还有啊，我每天吃的早餐有多丰富，你懂吗？有油。秀梅每天都训练我的脑筋，增加我的记忆力，不然。把一切东西都当做。爸，闹钟响了。爸我等一下有个会议，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去忙你了，去忙你了啊！哇，爸，11点多啊，这么晚了，不然你要不要？哎，我帮你叫车啦。你如果坐巴士回去的话，等下12点多才到家，姐会担心的。哎。爸，你怎么去国义的家没跟我说啊？打电话给你又不接。现在不是回来了咯？哇，都那么晚了，你出门的时候没有吃晚餐，在国义的家有没有吃饭啊？我煮面给你吃。
真的是很过分，也没有问我吃过晚餐没有，连一杯水都没有倒给我喝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做人家的儿女。我过去是想找他们聊天，一个两个就摆出一副很累的样子，还一直在打瞌睡，整个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。都快11点了，也没问我要不要留下来过夜，礼貌上也该问一声嘛。算了，就算他留我下来，我也不会留下来的。还要睡沙发，开冷气又太冷，不开冷气又太热，弄乱了一点他就……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教的。改次要接我电话，等你很久，你知道吗？就担心。以后出去会通知你一声，会记得打电话回来。鲨鱼哥，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见我们。关于那笔账，我的好兄弟老鹰算过了，不管冰冰多么努力，扣除每个月的生活开销，每个月最多只能拿出2000块来还债。2000块，这样不是还10年都还不完？但是如果你继续随心所欲的附加利息，甚至跟其他的阿龙狼狈为奸，故意安排借钱给冰冰，那他最终只有2种下场：第一，被你们逼得喘不过气，无奈走上绝路；第二，为了偿还债务，身兼数职，最终操劳过度，一命呜呼。你看，2种结局是同一个下场，最后你连1分钱也拿不回。所以我希望，身为集团总裁的你，能不能高抬贵手，网开一面，不要再为难冰冰了。让小弟我与贵集团的财务总监跟会计部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讨，取得一个合理的偿还数额，以实现 win-win situation。你觉得如何？昂哥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对呀，如果我们不听你的，你能拿我们怎么样？我要赚钱，我不要 win-win situation， 我要 win-lose situation， 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们使用暴力手段强迫欠债者还钱，过程当中还虐待老人，这种行为是天理难容的。给你看一样东西，看看你们做了什么。我们不止动手，还动脚啊！你偷拍我们了！你想想，如果我把这视频交给警方，那结局是如何？肯定是 lose-win situation。昂哥，你不怕死哦？我是一个70岁的老人了，现在剩下的是一张轮椅、一张烂嘴和一条烂命。你们要对付我，尽管放马过来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老鹰也不是好欺负的，你们是弄不死我的。我会用我的余生来对抗你们，可是我不会这么做。我是诚心诚意的想跟你进行商讨一个解决方案，不知道你是否能答应我的请求？你要跟我谈判也可以，但你必须先删除这条视频。没问题，只要我们拟出一个解决方案，一切的白纸黑字说明你们不再骚扰冰冰，那这个视频将永不存在。你以为我们是笨蛋啊？现在这么多方法可以 keep copy， 你随时可以出卖我们。对啊，你现在删除了，回到家又把视频交给警方，到时候我们还不是 lose-lose situation？ 我老鹰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九鼎，我岂会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？好，我现在发誓，如果我做出这种卑鄙无耻的事，看，
除了我双脚残废，我双手也残废，最终不得好死。喂，他在干嘛？哦，他精通穴道按摩，情绪高涨的时候，很激动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自己处理一下的。你会穴道按摩？哎，我最近尿尿不是很顺嘞，帮我看看按哪里会好一点嘞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他真的可以帮你的。怎么帮？把手伸出来。认真的男人最帅，认真的老男人更帅。来，哎，我请2位喝酒。哎呀，谢了谢了。老鹰大哥，啊，不了，我还有点事，我要回同乐会。好，老鹰大哥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啊。不用客气，我只是伸张正义。拜拜。他不喝，我陪你喝。来。好啊，我心情好，我也陪你喝。啊，谢谢你。哦，别喝醉哦。才不会呢。来，干杯。干啦。啊。真的。啊，再来一杯。啊，干杯。多一点，干。啊。再来一杯。好，耶。灯光闪烁迷人眼中，那朋友举杯为今晚疯狂。灯光亮，听着音乐节奏响，一起来跟我跳，一起来摇我们的舞蹈。五哥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是刚刚看到我的好兄弟老鹰太神勇了，我在为他鼓掌啊。你也是为我挺身而出过啊，你记得吗？上一次你帮我对抗那2个大耳窿的跑腿，你也是很神勇。真的。来 ，Cheers， 干了 ，Cheers。Cheers。难道你就是我的花朵？不要敲，不要敲，不要敲！敲一根钉子，你干嘛大惊小怪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屋主说过不能在墙上打钉子的。你有说过没？有，我还跟你说过，买过那种可以贴在墙上的挂钩，像那个。那种没用啦，没2下子就掉下来啦。只要你把它贴紧，是可以稳固的。你看，真的有洞了，惨了惨了！屋主要过来了，给他看到就惨了。干嘛还没事过来啊？他说他知道你现在跟我一起住，想要加点租金。莫名其妙，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，也要加租金啊！都不知道你是暂时住还是住长久。你喜欢就搬去国一那里，住得不开心搬回来我这里，都不知道你要住哪里。我现在住在你这里，你不欢迎我是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欢迎你会准备一间房间给你吗？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我是不会想，讲话也很难听。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我走。Sorry， 我讲错话了，对不起。这里是你的家，你要住多久都可以啊。这里是你的家，不是我的家。那里也不是我的家，是他的家。我根本没有家。来，你最喜欢的腰子面线。我已经吃饱了，不吃了。这里的食物合你的胃口吗？还可以啦，我已经吃惯了，所以我会觉得外面买的食物有点太油腻，以后你就不要买了。还有啊，如果以后你有事要忙，就不用常来看我，
我没事啊，我很有空啊。没事也去找些事做啊。我买东西给你吃，你不吃，我来看你，你又不让我来，这到底为什么？要习惯自己一个人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会陪着你，照顾你，不会丢下你一个人。我是要你习惯自己一个人。至少我可以走得安心一点。你说什么？没有啊。你得了这个病啊，一定很难受，你就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下痛苦吗？你要怎么分担？难道要我把一半的痛转移到你身上吗？就算我没有生病，我们其中一个人也会先走。到时，我们终究还是要习惯一个人生活。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好好探讨过这个问题。如果你真的想分担我的痛苦，就好好一个人生活，不要让我担心。尊重一下我的决定，好吗？我明明有家住，为什么会觉得无家可归啊？他明明有家住，为什么要住在看护中心？我的儿子跟女儿都觉得我烦，我是不是应该自己一个人生活？我老婆要的就是我一个人好好生活。阿牛啊，不如我们搬进老人公寓。好啊，有你照顾我，我老婆肯定会很放心。爸，你可以请我吃鸡蛋吗？为什么？我老婆不要我了，你请我吃鸡蛋，至少我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。老板，2粒鸡蛋。好的。你可不可以也请我吃鸡蛋？为什么？我忘了带钱了。哦，老板啊，加多2个鸡蛋。你忘了带钱包，怎么请我吃鸡蛋？对哦。阿宝，你的病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记不记得最后一次请我吃鸡蛋是什么时候？当然记得啊。什么时候？刚刚而已。哇，聪明了哈！我再请你喝咖啡。我再请你也喝咖啡。为什么？趁着我还没有忘记好朋友，能请就请。你忘记？你忘了带钱包？有吗？哎呦，我真的没带。鸡蛋来了。哦，谁叫的鸡蛋？谁叫的鸡蛋？来了。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哎呀，人来就好了，不用破费的。这是我妈，叫若水，她大你2岁。哦。哎呀，干嘛跟人家说我几岁？不要叫我若水，叫我 Lucy 就可以了。可是若水这个名字好听啊，我有读过书的。上善若水是形容一个人有完美的道德。那你平时不是很喜欢行善积德啊，以德服人呢？做善事偶尔有啦，可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。还是叫我 Lucy 好了哈。叫露西也 OK 的哦。我记得很多年以前美国有一部 sitcom 叫做《I Love Lucy》的，里面的女主角啊，跟你一样美。我相信很多男人看到你之后，心里一定想，I love Lucy。你呀，嘴巴真甜。哎，来，坐。谢谢。
你不要太 over 好啊。OK， 我有分寸。啊，这个是我的女儿雨恩，这呢就是我的孙女美诗。安哥，哦，好可爱，乖。两个不同辈一样叫昂哥，不是很奇怪吗？叫昂哥 OK 啊，我本来就是昂哥嘛。哎，不然这样吧，你呢就叫昂哥，妹妹你叫我老昂哥。叫老昂哥。哇，够感 ，Give me five， 耶！哎呀，有没有想我啊，爸爸？来，抱抱。哎呦，我好想你哦，很黏你哦。哇，你2年没吃饭了。哦，sorry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太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家常菜啊。多西啊，真的没有想到你的厨艺哦，跟你的人一样 perfect， 完美。请容许我讲出我心中的那句 I love Lucy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你在看什么啊？他回来了。谁呀？他不是失踪了吗？怎么又回来啦？你跟踪悠悠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侵犯他的隐私吗？你干嘛又跟踪他啊？幸好我跟踪他，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又回来骚扰悠悠啊？经过那件事之后呢，悠悠对他肯定有了戒心。这次他跟他见面，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的。这家伙太狡猾了，他接近悠悠一定有目的的。这次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，你要马上报警，不要像上次那么冲动，可以吗？要是他敢伤害悠悠，我一定对他不客气。哎，阿龙，你去哪里啊？牛肉汉堡很好吃的哦，带朋友来一起吃嘛。我们的新的牛肉汉堡要不要来尝试一下？很好吃的哦，可以带朋友和家人一起来哦。我们新的牛肉汉堡很好吃哦，有没有人要来吃？有没有人要尝尝？外面还在下雨，你还有那么多传单还没有派，等一下我帮你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忙，更不需要你的同情。你打算一辈子都躲着我吗？我每次看到你都会感到愧疚。我现在只是想重新来过新的生活啊！我已经没有再怪你了。可是我还不能原谅自己啊！这是什么？我以为是我的名字吗？你为什么把我的名字纹在你的身上？你的心里还有我啊？没有，你想太多了。你是不是还喜欢我？你一直都在想我，对吗？我也很想你。你
还爱我，对不对？你欺骗了我，我知道你对我很愧疚，可是我也害你失去了一只眼睛，我也很对不起你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那是我的报应，啊？你是不是想开始新的生活？不如我们重新开始。可是，你爸如果知道我们又在一起，他一定会反对的。可是你已经改过自新了，而且你脚踏实地工作，我相信我爸爸一定可以接受你。真的？嗯。悠悠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瞎了一只眼，可是现在某些事情和某些人，我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了。悠悠，谢谢你，还愿意重新给我一次机会。忘了挣扎，重新出发，为自己去闯。无视了所有的时差，为自己说话。才失踪了几个月，就塑造成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形象，还平白无故的瞎了一只眼。照你这么说，肯定事有蹊跷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他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得到悠悠的原谅，而我呢，我用了18年。总之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Jalen 是想打悠悠的主意。刚摆平了个冰冰，现在又来一个 Jalen， 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！嘿，什么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？冰冰之前的事情只能说是一点小水花，是你把它搞成惊涛骇浪。是他在你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吧？什么滔天巨浪？太夸张了啊！只能说是浪花一朵朵。哎呀，人家不过是礼貌上请你回家吃顿饭，你就把他当成是见家长。奉劝你一句，不要自作多情，吓跑人家。才不会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只见了他的家长，我还见了他的女儿，还有他的孙女。哇，一家人一起吃饭聊天，真的很开心。你小心掉进盘丝洞里头，被一群蜘蛛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我无所谓，我已经70岁了，还有妖精想吃我，我求之不得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哇，时间到了，平生要去跟妖精打交道。哎，来，就此告辞，小生走了，还是平生走了。一路好走啊！thôi，哎呦，老鹰。我真的很担心悠悠啊！你这次一定要帮我掀开 Jalen 的真面目。你放心，我肯定帮你。上次他见死不救，差点害我丢了这条老命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对。25500天，走得我疯疯癫癫。这场战役好多年，输赢早就放在一边。人生不来细之言，不要说我很可怜。再傻又哪绕几千，我依然要风度翩翩。壮烈人生，男人的模样，遍体鳞伤的不过心中的微光。末日前夕，我说了算，都倒数了，疯狂才是正常。轰轰烈烈打一场，生命中最后的灿烂。谢谢你陪我一趟，一起来见证我的光。该走的路我已走完，没后悔没遗憾。